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们今天要上什么课程呢？非常高兴的告诉大家，我们走到了技术分析的最后一堂课，所以我们今天初级班要上的是形态转折点。那在过去呢，有很多投资人都很喜欢问我说，什么时候才讲，什么时候才讲？所以应观众的要求，我之前已经先做了一个直播形态转折点的部分，就是在5月份左右。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呢，会为期1个月，会把形态转折点讲得非常清楚，让大家都知道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我所带给大家图片的部分。好，那如何抓到形态转折点呢？它其实就是价量行时这4个交集在一起的中间的那个点的部分，就是价量行时合一。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，量要去辅佐价，然后时间去辅佐形态，所以这样比较起来，这4个比较起来谁比较重要？当然是价跟形态比较重要。那形态是怎么形成的？当然是由无数个的价形成的所谓的形态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价的部分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先跟大家讲，在我们那个 N 型理论初级班的时候就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， X 轴这个地方代表时间， Y 轴这个地方代表价格，那随着时间的挪移，是不是股价就会有变化？好，那我们看到左边图这边来讲的话，我们在龙行8步一直讲成功上涨 N 就是在这个45度线以上，股价维持在这个上涨区间的叫做成功上涨 N 型。好，那同样的维持在45度以下的叫做成功下跌 N 型。那在这45度线之外的呢，这些都是正常的 N 型，这个是正常上涨 N 盘涨，那这个地方是正常上涨 N 盘整或盘跌，那在这个之下的话就是正常的下跌 N 的部分的盘跌的部分。好，你说你这样讲我还不是很清楚，我再跟各位讲比较细一点哈，这是我重新做图来讲，大家看哈，这边是原点，我们把这个地方设想是2020年的3月，好，从2020年3月一直到2021到2022这个地方，每只股票陆续做头，那上涨在45度以上的话，就是成功上涨 N， 就是大家我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股王细粒的部分哈，那这个地方它股价一直维持45度上涨，那接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当然是报酬率就相对比较高，大家还记得那时候细粒报酬率高达7倍以上。好，那接下去成功上涨，那你说我没跟上怎么办？那没关系，如果你跟上正常上涨跟盘涨的话，你一样有利润，只是利润没有这么高。好，那如果你说我连盘涨都没有跟上，我跟到的是盘整的股票，那你一样获利只是区间缩小了。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？最怕就是说，你买的股票跟大家一样，2020年3月，可是你只涨了一回，马上就下跌了。比如说我举例，就比如说我们之前2020年3月那时候飙涨的口罩股，一下子到了6、7月的时候就下去。所以说同一个时间点原点出发，那会有不同的个股，就所以依照这个形态来讲，我们就知道不管大盘是上涨或下跌，个股都有不同涨的类型，所以你要选择的标的，如果你要做多，你就选成功上涨 N， 它的报酬率是最大；如果你要做空，你就要选择成功下跌 N， 它的报酬率也相对比较高。那最讨厌的就是选到这种盘整的股票，因为你的钱就在里面晃来晃去，你又舍不得卖掉它，可是到最后可能会就等于说 N 上 N 下，到最后就变成一场空了哦。所以我们学过了那个龙行8步这个地方，在学过 N 型理论的部分，我们就会知道从这个图形就是告诉我们价行时。那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以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选股票为什么要去选成功上涨 N 的股票。OK， 接下去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讲价量行时里面的价。那价这个地方给大家一个基本的观念，就是说攻击45度成功上涨 N， 但是有个条件，拉回它守住1/2才是真正的成功上涨 N。那如果说它在防守的过程中不小心拉回破了1/2，那就代表它速度转变，所以那个形状就会从成功上涨 N 变成正常上涨 N。那同样的，如果你原来是非45度攻击，就是说你是正常上涨 N， 可是你拉回如果守住了1/2的话，那我的正常上涨 N 就有机会转成什么？成功上涨 N。为什么这是第一步呢？因为第2步我们一定要过双杠1号，那这样子才能从正常上涨 N 转为成功上涨 N。那如果我原来就是正常上涨 N， 拉回又破了1/2，那当然还是正常上涨 N， 但是因为它拉回破了1/2，它很有可能变成正常上涨 N 盘整或盘涨。
好，那讲了这个部分呢，大家了解以后哈，我们举个实例来看看。好，这就是之前我们介绍过的细粒，不过那时候是跟大家讲形的部分，没有仔细的讲。那我来跟大家讲说，怎么样说它是价量形时合一呢？首先我们在价格的部分哈，我们算出来双钢一的目标价是4320，那它最后走到4高的时候已经5000多块了，所以价的部分它已经符合标准。那在量的部分的时候，它的攻击波的量能也随着股价上涨是呈现正常的，所以是 OK 的。那这边顺便一提，就是说它在下跌过程中量是筹码是参差不齐的，所以会导致它下跌的时候跌破1/2。所以当大家在做股票的过程中，如果发现说你的量能没办法去配合你的价的部分的时候，就要特别注意。那再来形的部分，它是成功上涨 N， 你看大家看好这是一个成功上涨 N， 然后回档又守住了1/2，所以它的3高跟4高分别以一个 N 型表达，所以形的部分也符合了。那在时间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它第一个 N 型跟第二个 N 型的时间比是1:0.8。那在上一集课程的时候就跟各位介绍过，就是时间波我们可以1:1，也可以缩小，缩小大概就0.6到0.9之间都属于正常。所以 OK， 在价量形时合一的时候，当你接近双杠14320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准备在卖方了，然后发现就是说苗头不对的时候，量出来了，或者是说量增了价不涨的时候，你就要赶快做一个卖出的动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讲非成功上涨 N 的部分，就是正常上涨 N 的部分。那这一集这个举例我是用所谓的懒人法，因为有同学问我说什么叫做懒人法？所谓懒人法就是说它 AB 段在攻击的时候，它是刚开始是呈现45度攻击。比如说前年的2020年3月到2020年7月，大家都是呈现一个 N 型，但是有些强势股呢，它不回头，它就是一直线的往上涨。那通常我们这叫做懒人法，我们都把它当作成功 N。那这个例子所举的就是说，它原来是一个成功 N 型，因为它是懒人法嘛。可是它下跌的时候不幸跌破了1/2，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啦，这时候成功 N 已经转成了正常 N。那所以我不能用成功 N 的目标价去量测嘛，我们就要改成正常 N 的目标价量测。那正常 N 怎么量测呢？很简单哈，这个地方 AB 段就是 X 波，我们就用 B 减 A 就算出 X 波，然后它的最小目标价就是用它的最低点 C 这个地方哈，去加上 X 这个地方，就是所谓的 AB 段啊，就是它的目标价。然后再其次是虚拟目标价，就是用1/2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去算A 加 B 的1/2，然后再去加 X 波。那最大目标价呢，就是有一些个股它后面的扩大 N 型这个地方走一个45度的话，那我们就是用 B 点这个地方直接加 X 波上去。你说哦，讲那么多不懂好，来举个实例，我们来看看哈这个部分。OK， 这个是下一个 N 上 N 下，我们再看一下。这个是 N 上 N 下的部分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有一个图形可能不小心擦掉了，就是那个正常上涨 N 的部分。那我们直接看一下 N 上 N 下的部分。N 上 N 下这个地方呢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它这边是懒人法，然后它跌破了1/2，然后最后滚回原点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叫做 N 上 N 下。那他要举的例子呢，就是之前我们跟各位介绍过的振兴的这一部分哈。大家去看哈，在振兴部分就是这样子，它在攻击的过程中，2020年3月到2021年的上半年是非常强，可是随着它下跌的过程中修正，它又回到了几乎将近原点的部分，这就叫 N 上 N 下。好，那在价格的部分来讲的话，我们先看上涨的部分哈，因为它是一个正常上涨 N， 它的最高价对不起，它是成功上涨 N， 它的最高价呢有超过那个双杠144.8，但是它的量的部分呢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它在头部的时候出现一个最大量，所以它在反转的过程之中，我们要怀疑这个大量的时候其实已经跑掉了，然后又再加上它下跌的过程中量一直没有迅速的缩下来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筹码就比较凌乱。那在形的部分呢，然后它本来是正常上涨 N， 那回档因为守住了1/2，所以变成成功上涨 N， 因为它在攻击的时候过了双杠1，可是它在这个地方又回档，所以大家有注意它的速度转变了2次，就是先从正常上涨 N 转成成功上涨 N， 然后又在回档的时候破1/2，又从成功上涨 N 转成正常上涨 N。你说哎呦好复杂哦，你讲那么多我听不懂。其实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目的，就是说我们心目中会有一个规划，可是当行在走的过程中受到了
外在的变数变的时候，我们要随时随地去调整我们的目标价。好 ，OK， 那在时间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向上攻击是13个月，然后向下攻击的时间大约略也是要用1:1的时间去做这个比例，然后形成这个 N 上 N 下。好，那接下去呢，我跟大家讲到最后就是我们把刚刚讲的3个全部合在一起讲哦，这个一个是那个成功上涨 N 型，那一个就是盘涨的部分，那一个就是那个N 上 N 下的部分。那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，假设这个地方是2020年3月好了，那这个地方算是2021年的上半年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为什么在2020年的时候大家都赚钱，可是到了2021年的时候，身边你的朋友可能有一半在哀嚎，一半在赚钱。赚钱的人就是走成功上涨 N 或者是盘涨，哀嚎的人就是走 N 上 N 下。可是到了2022年上半年的时候，这边不管是成功 N 型或是正常 N 盘涨，那这个地方已经跌下来，所以到2020年2月的上半年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觉得说，股票不好做，因为全部的形态都完成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个结论，就是说价量形时合一。那我们要观察价的攻击变化，因为价的攻击变化一旦转变的话，就会导致 N 型的速度发生变化，而使它的方向做改变。也就是说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在2020年3月大家一起起涨，一直到2021年的第一季到第二季，就是上半年的时候，当你的股票走势不如别人的时候，有些股票还持续往上涨，有些股票往下的时候，你要心里明白一点，你的 N 型因为速度发生变化，方向已经改变了。可是人玩股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个性太强，或者是太相信自己选的股票，就像自己的爱人一样分不开。那到了最后的结果，变成说2022年这边跌下来的时候，别人因为赚了这么一大段，即使他买了高价股，跌下来，即使他卖到1/2处好了，他还是比如说以细粒为主，那投资人可能他还是赚了一半啊，就是他7倍的报酬率，他拉下来他再卖，他也赚了3倍。可是如果你选的股票是 N 上 N 下的话，你变成是白忙一场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价量形时合一，首重的就是价这个地方，大家要观察清楚。当速度发生变化的时候，一定要去调整你的投资策略。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，大家就知道速度的变化是非常重要。那我们请导播切一下镜头哈，来到了节目的尾声，我相信大家听了这堂课就会发现价量形时合一。首先我们要注重的是价的部分，因为价会导致于形的改变，当形改变的时候，速度就会改变了，那我们的投资策略也要跟着改变了。听完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瘾的话，记得去我们的部落格看看。OK， 那今天的节目要到此做结束了。到了最后，还是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OK， 拜拜。